高考前，林家姐姐爱上了黄毛，她天天翘课，和黄毛流连于私人影院小旅馆小树林。阻拦无果后，我告诉了他妈，她被迫和黄毛分开，继续复读。多年后，我们相爱结婚。生产完那天，她抱着刚出生的黑人婴儿，笑声癫狂。我嫁给你，就是为了报复你，让你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。我如遭雷击，意外出了车祸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高三。张望和，你的英语老师来找你了。同桌摇着我的手臂，顺着他的视线，我看到林颖站在教室门口，笑容灿烂地朝我招手。我怔怔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突然意识到，我重生了，重生在高三这年。见我一脸茫然，林颖走进教室，像往常一样亲昵地揉揉我的脑袋。你小子发什么呆啊？还不走？林颖是我的邻家姐姐，也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。元旦晚会上，她跳了一段古典舞，美丽优雅的身影如同一朵热烈绽放的白玫瑰，惹得无数男生魂牵梦萦。只是可惜，她的成绩不算太好。去年高考失利后，她选择了复读。复读班就在我们班楼上，每天放学，林颖都会顺路来找我，和我一起回家。我数学好，英语差；她英语好，数学差。我俩常常约着周末自习，互相答疑。她温柔又耐心，在她的辅导下，我的英语进步飞速。同学们都笑称她是我的英语老师。见我不动，林颖熟练地给我收拾起书包来，嗔道：“这都要我来，小望，没了我，你该怎么办啊？”她话里的暧昧让同学们纷纷起哄。如果是从前，我肯定会脸颊爆红，乖乖跟着她离开。但现在，我只想和她撇清关系。前世，在高考前的3个月，林颖爱上了一个叫霍奇的黄毛。霍奇很早就辍学了，一直没个正经工作，偶尔会在酒吧喊麦，还经常带着一群狐朋狗友。但林颖觉得这很酷很自由，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。自此，她将梦寐以求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抛诸脑后，天天和霍奇疯玩。甚至在某天，我看到她一脸迷离，被霍奇牵着从公共厕所走出来。我不愿意去细想发生了什么。那天我犹豫了很久，还是把她和霍奇的事情告诉了他妈。林父早亡，林母把林颖看作命根子，林母多次报警闹自杀，这才把她劝回学校。高考成绩出来，她比去年考的还差，上了一所2本。多年后再见，林颖成了一名温柔时髦的英语老师。我们自然而然地相爱结婚。聊到从前，她还会笑着说：“小望，谢谢你，因为你，我才能悬崖勒马。”我一直以为她知道了我的好，她是真的爱我。直到我们的孩子出生，一个黑人婴儿。手术室外，所有人都看向我，都在无声地嘲笑着我头顶的绿帽子。我妈气得当场晕倒。那天，林颖癫狂的笑声响彻医院。现在的滋味怎么样？张望和，你活该，谁让你拆散我和霍奇？我嫁给你，就是为了报复你，让你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。她脸上全是大仇得报的快意。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，都让我觉得无比恶心。那晚，我失魂落魄地走在大街上，实在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。直到一辆大货车朝我驶来，再睁开眼，我就回到了高中课堂。果不其然，刚走出校门，我就听到一阵摩托的轰鸣声。霍奇顶着一头招摇的黄发，嘴里叼着烟，跳下摩托。林颖小跑过去，扑进他怀里，一脸甜蜜向我介绍：“小望，这就是你姐夫霍奇。那我以后就不和你一起回家了，霍奇会送我。”我点头说好。那以后周末我也不和你一起自习了，你们好好玩吧。这一世，他要变成什么样子，都随他去吧，和我无关。霍奇满意的笑了，拍着我的肩：“你小子挺上道啊，以后姐夫罩你。”我不动声色地往旁边退了半步。你们玩得开心，我先走了。当年林颖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林母3天2头就来找我，要不就是哀求我管管林颖，要不就是责怪我没早点告诉他，弄得我愧疚难安。不仅如此，霍奇更是动不动就来找我麻烦。最过分的那次，他伙同一群未成年打断了我的腿。就连高考那天，我都是拄着拐杖去的。后来我只上了一个末流985，连 C9 都没上。明明我的成绩是我们学校最好的，明明一直是老师眼中最有希望上清北的学生，可最后却泯然众人。这一直是我心中的遗憾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逆天改命，创造本就属于我的辉煌。再次看到林颖，是在我打篮球的时候。场上战况正激烈，突然从场外飞进来一个球，一下就砸中了我的对手。还没等我搞清楚状况，刚刚扣我的球的那位男同学就被一群混混围住了。而林颖就站在这群混混中间，双手环胸，无比嚣张地对男同学说：“刚刚就是你抢我弟的篮球对吧？”男同学被这无妄之灾搞懵了，半天没说出一句话。林颖朝我招招手：“小望，你过来。”我已经很久没看到过她了，只是偶尔会从同学口中听到她的消息。毕竟她是公认的女神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会被大家兴致勃勃地讨论。
这会儿我才发现，他变了很多。他没穿校服，而是穿着一身白衬衫超短裙，搭配了一条破洞的丝袜，眉钉鼻钉耳钉齐齐上阵，嘴上还涂了紫色的唇彩，一张漂亮清纯的脸被他搞得乱七八糟。不仅如此，他的耳朵上还别着一根烟，这模样活像个初中就辍学的女混混。林颖问我：“小旺，他刚刚是不是抢你球了？”我很无语，我们是在正常打球。他却不依不饶：“你别不好意思说，有我给你出头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”有那么一刻，这画面好像和小时候重合起来。我记得那是5年级的事情，那时候很流行认社会青年做大哥。我得罪了我们班的痞子同学，放学后他带着他的大哥来教训我。这一幕正巧被林颖看到，他二话不说就冲上前来，像护鸡仔一样护着我，大声警告：“我爸是警察，你们再敢动他，我让你们都吃不了兜着走。”因为说谎和害怕，他连声音都在抖，但他还是坚定地站在了我的身前。可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林颖没事找事，只是为了向大家炫耀而已。这种被一群人捧着的感觉让他很着迷。我委婉拒绝，都高3了，没有人做那种无聊的事情。林颖脸上有些挂不住，我拨开人群，向无辜的男同学道歉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请你喝饮料，当赔罪了。”林颖身后的混混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“你这小子别他妈不知好歹，我们嫂子愿意给你出头，你多大脸啊？我直说不用了。”行，算我多管闲事了，你以后有麻烦我再也不管了。林颖被一大群人簇拥着，浩浩荡荡的离开。等他走后，同学们议论纷纷，林颖都高4了，马上就熬过去了，真是脑壳有坑才跟他们混在一起，以后后悔都没用。现在不努力，什么时候努力？青春只有一次，浪费才是最蠢的。大家都很清醒，没人觉得他酷。这一次没有我的插手，林颖越玩越疯。没多久，一组照片在学生之间疯传。第一张照片是林颖穿着一身职业套装，手里拿着教鞭，超短裙下套着黑色丝袜的双腿纤细笔直，身形曼妙，分外勾人，哪还有一点学生的样子？后面几张照片更是不堪入目，极具暗示性。有人调侃我：“张望和，你的英语老师去辅导别人了呀？”林颖表面上看着清纯，背地里玩得可花泥。我埋头做英语阅读，没说话。而这晚，林颖敲响了我的房门，她一脸惶惶不安，双眼红肿，像是已经哭过一整夜。没等我开口询问，她就一把抱住我，馥郁的玫瑰香气熏人，让我一时没反应过来。林颖将脸埋在我的肩膀上，哭诉道：“我真没想到霍奇会这么对我，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啊？他怎么可以把我的照片发给别人啊？这让我以后怎么待在学校啊？”林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哪还有半点女神的样子。我用力把她从我身上扒开：“哭够了吗？哭够了就出去吧。”她瞪大双眼，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也是，我从没拒绝过她。小时候我身体差，小伙伴们都嫌我娇气，不肯跟我玩。只有林颖会在我摔跤的时候扶我起来，会给我拍走身上的灰，会温柔地说：“以后我和小旺玩好不好啊？”只有她会不厌其烦地安慰我，夸我好。所以我从小就听她的话，就喜欢跟在她身后跑。我对她好到就连我妈都有些吃味。你林颖姐姐说的话可比我管用多了，就她管得住你。我无视林颖的反应，重新坐回座位，继续在草稿纸上演算。她委屈极了，现在连你都这么对我，小旺，你也嫌弃我是吗？这可怜兮兮的模样很难让人不心软。我没有做错什么，我只是喜欢她而已。如果我不这样，她就会和我分手。林颖声音哽咽：“小旺，你知道吗？只有在她身上，我才能找到家的感觉。我妈只会逼我做我不爱做的事情，只有她才会全身心的包容我，接受我的缺点。我真的没想到这种话会从她口中说出来。”林父去世后，林母每天早出晚归，既要照顾好她，又要加班加点的工作，就是为了让她能够心无旁骛的学习。可她竟然说，一个才出现40多天的混混给了她家的感觉。是，林母是比较严格，但这怎么能成为放纵的借口？多说无益，我直接下逐客令，再不走的话，我打电话让林阿姨接你回去了。林颖还想说些什么，却被我冷漠的制止。她也来了脾气：“好，张望和，亏我一直把你当弟弟，亏我对你那么好，现在我有难，你就这样袖手旁观？从今以后，我们俩就当是陌生人。”林颖放了不少狠话，但我始终无动于衷。她气愤至极，摔门而出。说实话，她很少有这么激动的时候，看来她很在意学校里的风言风语，是真心希望我能帮她。但是我太清楚和她扯上关系的后果，这一次我不会插手她的任何事情。我以为我和林颖彻底划清了界限，但这天放学，霍奇却带着人前后夹击，将我堵在巷子里。妈的，你这个小瘪崽子，敢跟老子抢女人，你找死！我直接否认，不是我，你搞错了。霍奇冷哼，掏出手机给我看了一张照片。
照片里，林颖躺在我的床上，头发凌乱，脸颊通红，衣领半开，怎么看怎么不正经。霍奇死死地盯着我，床头还摆着你的照片，你告诉我，这他妈不是你的床？我皱着眉解释道，林颖就住我家隔壁，他来我家，我妈会直接给他开门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拍的这张照片。没等我说完，霍奇就猛地踹了我一脚，你他妈少给老子说这些有的没的！我一时不察，被他踹倒在地，身后传来一声惊呼。林颖跑上前，神情焦急地询问我，小王你没事吧？疼不疼？我推开他，和他拉开距离。他故意在我的房间里拍下那种照片，就是想拉我下水。现在装什么好人？林颖神情一暗，对着霍奇怒吼，你打他干什么？谁让你动他的？霍奇，你就是条疯狗！霍奇阴沉着脸，你心疼了？林颖狠狠瞪着他，我心疼又怎么了？你管得着吗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想找谁就找谁。霍奇一脸戾气，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就朝我走来。林颖站在我身前，张开双手大喊，你不准动他！霍奇滚开！林颖抱住他的腰，急切地说，你把他打坏了怎么办？到时候你要坐牢的。原来是不想要霍奇坐牢。霍奇像是很感动，立马丢了砖头，抱住他，老婆，我就知道你还爱我。他们俩又贴在一起了。霍奇信誓旦旦地向林颖解释，我发誓，不是我把照片泄露出去的，一定是邓放这小子。上次我的手机坏了，让他帮我修，肯定是他趁机看了我们的照片，我非得打死他。老婆，你这么漂亮，我怎么舍得给别人看？霍奇搂住他的腰，身体不断地左右摆动，边动他还边看着我，神情挑衅。林颖信了他的话，揪住他的耳朵，那你以后再也不准犯这种低级错误。霍奇伏低作小，连连称好，这才哄得他喜笑颜开。老婆，几天没看到你，都想死我了。林颖也小声说，我也想你。霍奇看着不远处的公共厕所，笑得一脸猥琐。那我们？林颖咬着唇，有些犹豫。霍奇凑到他耳边，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逗得他咯咯笑。他们牵着手向公厕走去。进去前，霍奇回头，狠狠地威胁我，你小子敢跟着进来，就等死吧！我拍拍身上的灰，起身回家。一到家，我就把床单换了。我妈问我怎么了，我面无表情地答，脏了。次日课间，林颖来了我们班，依旧穿着一身白衬衫超短裙。她一出现，就吸引了众多不怀好意的视线。但与从前不同的是，她抬头挺胸，像是很享受这种目光。林颖径直走向我，见我在做一套英语阅读，于是走到我身后，微微弯下腰。她靠我靠得很近，夸赞道，进步很大嘛。肩上触感柔软，但我早就不是从前那个纯情的少年。刚好同桌不在，我倏地一下起身，坐到同桌的位置，和他拉开距离。林颖阴唇微张，看着有些失落。我就是想让他吃醋才拍的那张照片，小王，你别生气。他握住我的手腕，撅着唇，眨巴着眼，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。他好像吃准了我不会怪他，我会和他解释的，以后他不会找你麻烦。我抽回手，点头说好。他这才展露笑颜，语气俏皮地说，那我和霍奇的事情，你也不准告诉我妈。说着，他又凑近了点，在我耳边吐气如兰，只要你肯听我的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盯着桌面，我不会告状的，以后你们的事情也别和我扯上任何关系。马上高考了。林颖欢天喜地地抱住我，我就知道小汪对我最好了。同学们爆发出一阵惊呼。等他走后，有人调侃，不是吧大学霸，你也和他有一腿？我直接否认，我和他只是邻居，别瞎说。这天放学，霍奇又在路上堵住了我，他身后依旧跟着群五颜六色的混混，人多势众。他都被我玩成这样了，你还喜欢？你小子贱不贱啊？等我玩够了，我就把他给你。当然，你得先孝敬孝敬我，让你老子我先满意了。他身后的混混叫嚷起来，大哥，能不能先给我们玩玩啊？我们还没试过。霍奇倒是很大方，人人都有份，人人都有。他们嘴里尽是些污言秽语。我无视他们，想直接绕开。霍奇挥挥手，立马就有混混挡住我的去路。想跑，没门小瘪崽子，老子非得教训教训你，要么给钱，要么让老子打一顿消气。我举起手机，我已经报警了。报警短信是早就编辑好的，一看到他们，我就发出了短信。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地方就有派出所，赶到这里来不会超过5分钟。我看了眼时间，气定神闲地说，你们还有2分钟可以跑路。霍奇肉眼可见的慌了，他的混混小弟挺身而出，大哥别怕，我来动手，反正我小，我不慌不忙，我全程录音，谁撺掇谁有罪。你是他们大哥，也免不了牢狱之灾。霍奇的脸色很难看，朝我吐了口痰，妈的，老子看你能报几次警，以后老子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我看你躲得过几次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虽然我已经尽力撇清和林颖的关系，却还是被他带进了这滩浑水里。我知道霍奇是条疯狗，肯定不会放过我，所以我干脆主动出击，把那些疯传的照片都打印出来，
然后塞进了他家。今天下午，林颖没来上学。学校里的消息传得很快，有同学说是林母亲自来学校，把林颖带回家了。同学绘声绘色地给我描述过当时的场景。你们是没看到他妈的脸啊，比锅底还黑，肯定是知道林颖那点破事了。算算时间，霍奇离倒霉也不远了。果然，一到家我就听到隔壁传出争吵声，隔着一扇门，内容听不真切，但争吵非常激烈。餐桌上，我妈跟我说，林颖被人拍了一些照片，他妈正准备报警。她问我，小旺，你就不知道些什么？我摇摇头，不清楚，我没关注过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。我妈点头，又给我夹了一筷子红烧肉。多吃点，吃完休息一会儿，再去做题。这次模拟考试，我又重新坐上了年级第一的宝座。我是以第1名的成绩进的我们高中，高中3年一直名列前茅。但到了高3，同学们都很用功，一直你追我赶的，容不得我掉以轻心。刚吃完饭，林母就敲响了我家的门，身后还跟着个双眼红肿的林颖。小旺，我想找你问点事。我妈下意识看向我，询问我的意见。等我点头，她才把人放进来。林母问，小旺，小颖的事情你也听说了吧？我故作惊讶，什么事？林母半晌没说出话来，显然有些难以启齿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才略显艰难地开口，就是那些照片，你知道是谁拍的吗？林颖哀求的目光看向我，到现在了，她还打算帮霍奇遮掩，真是脑子有坑。我摇摇头，不好意思，林阿姨，我不清楚。林母显然不信。我妈帮我说话，他们都很久没一起出去自习了，更何况他俩的班都隔着一层楼，小颖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，小旺怎么可能清楚？林母打量我好几眼，见我神色无异，这才信了。他拽着林颖就往外走。好，那我们到派出所去。既然你不愿意说，我们就让警察来查。林颖边挣扎边尖叫，我不去，我愿意拍的是我自愿的。林母气得全身发抖，实在是忍无可忍，给了他一巴掌。这巴掌，林母用了十足的力气。林颖的脸很快就高高肿了起来。林母崩溃大喊，你自愿你这个贱货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我怎么会生出你这种东西？林颖捂着脸，恶狠狠地盯着林母，那样的目光像是恨不得他去死。只有他才能给我家的感觉，你除了逼我还会做什么？只有他是永远站在我这边，只有他是永远支持我的，他比你们任何人都要爱我。听到这种话，林母差点站不稳。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一个人拉扯大的女儿，竟然会对他说出这种话。林颖继续火上浇油，猛然推开他，怒吼，这书我不读了，一直都是你逼我跳舞，逼我学英语，逼我复读，逼我上北京外国语大学。林母跌倒在地，泪流满面。我妈见状不妙，赶紧扶起林母，劝道，都是孩子说的气话，他还小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林母哽咽着质问林颖，这是你的未来，我逼你什么了？我还不是为了你好，要不是我，就你这样的早就被人拐跑无数次了。林颖擦了一把眼泪，倔强地喊道，我爱他我乐意。说完他就跑开了。我妈跟我说，林母向公司请了年假，整天就在家和派出所两头跑。林颖也连着好长一段时间没来上学。好些人向我打听他的近况，我埋头写题，全都一问三不知。霍奇自顾不暇，自然也没办法找我麻烦。我也算过了几天消停日子。这天我一推开房门，就见林颖衣着清凉，躺在我的床上，重要部位全都若隐若现，她的脸上甚至还有没消退的巴掌印。我实在没办法，把她和记忆中那个温柔体贴、善解人意的林家大姐姐联系起来。林颖抬起手朝我勾了勾手指，小旺，你不是喜欢我吗？我打开衣柜，翻出被单扔到她身上，被单够大，刚好能罩住她。林颖娇嗔，贾正经，你这小子就是太呆了，不解风情。我都送上门来了，你还不做点什么？说着，他掀开被单，伸出白莹莹的脚趾勾我，过了这寸可就没这电了呀。我退开一步，毫不留情地揭穿他，你是打算这样给霍奇报仇吗？只要我碰了他，他大可以事后反水，说是我强迫他。为了霍奇，他还有什么蠢事做不出来？被我说中心思，林颖神情一僵，却还是故作镇定地娇笑，小旺，你乱说什么呢？我当然是喜欢你啊。我冷着脸，我不知道你怎么进来的，是复制了我家的钥匙吗？不管怎么样，你现在的行为属于非法侵入住宅，已经违法了。自从你上次未经允许在我房间拍照以后，我就安装了摄像头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你的一举一动都被摄像头拍下来了。如果你妈或者霍奇看到你这样躺在我床上，不知道会作何感想。林颖慌了，既然我把话说明白了，她也不装了，怒斥我，就是你张望和，肯定是你告的状，是不是你把照片发给了我妈？我皱眉否认，我早就说过，你们的事情和我无关，我只想好好学习。霍奇平时行事嚣张，得罪过不少人吧？你的照片大家也都看过，不少人还保存了，你家的地址也不难弄到手。
你凭什么认为是我？林隐，你知道的，我从来没对你说过谎。林隐将信将疑，看到我真诚的神情，还是信了。我继续说，霍七被带去派出所问话了吧？他公开传播你的隐私照片，构成了侮辱罪，是要坐牢的。只要霍七不进去，你妈就不会松口。他认定了是霍七带坏你，他不会放过你们。林隐陷入了沉思，我想他听懂了。几天以后，林隐跟着霍七跑了。他留给林母的那张纸条上，唯一的一句话是：我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。不论如何，我的世界总算清静了。这场闹剧终于落幕。林隐离家后，林母就失去了往日的精气神。曾经的她雷厉风行，现在却好像在一瞬间就老了，鬓间生出了星星点点的白发，看着实在可怜。我妈经常去隔壁安慰开解她，有时候也不免向我感慨道：哎，生出这种拎不清的白眼狼真是倒霉。你林阿姨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本来这辈子都指着她这下好了，竟然跟着一个混混跑了。我神情淡淡，有个词叫及时止损，现在这样没准对林阿姨更好，不然她迟早也把自己搭进去。我妈点头称是，也是。林隐这么喜欢胳膊肘往外拐，那个混混又不是个好东西，有他俩在，你林阿姨怕是这辈子都过得不痛快，还不如存点养老金，自己快快活活过完下半生。说着说着，他又诧异地看着我：儿子，我怎么感觉你一瞬间长大好多？以前你不是最护着林隐吗？谁说一句他不好，你都要拼命的。我无奈，妈，我是个三观正常的人。我妈揉揉我的脑袋，庆幸道：还好我的乖儿子没被他带坏。时间如同白驹过隙，在这个夏天，我如愿上了北大。我们学校已经好几年没人考上清北了，校长脸都快笑裂了，扯横幅做采访，连着给我放了好几天鞭炮。不仅如此，学校还请我开了个讲座，分享学习经验。场上座无虚席，学弟学妹们都拿着笔和纸，不停地提问记录，像是生怕错过了这样的好机会。一时之间，我风头无两，所有的努力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都变得无比值得。在我离家去读大学那天，林母和我爸妈一起来机场送我。过安检前，他拉着我手，本来我还想着你俩能一起去北京也算有个照应，现在所有的话都归于一声叹息。他塞给我一个红包，叮嘱我在北京好好的，以后多回来多看看你爸妈。我点头称好，和爸妈分别拥抱后，才依依不舍地去安检。走出去很远后，我回过头看到林母擦了擦眼泪。这种送孩子去远方读书的场景，他在梦里梦到过无数遍吧。可惜林隐不争气，有了前世的记忆，我在大学期间就选择创业，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。再加上我了解未来的风向，投资这方面也如鱼得水，站在风口上，猪都能起飞。我的事业可谓是顺风顺水。到了毕业时，我的公司已经颇具规模，我也成了业内小有名气的投资人。又是一年除夕夜，我妈边包饺子边抱怨：你呀，这几年忙这个忙那个的，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就算了，还没给我带个儿媳妇过来。我走到她身后，笑着给她揉肩：儿媳妇一定会有的，妈，您先别急。我妈白我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你这个小兔崽子，去年也这么说的。妈，你和爸年纪也不小了，我那边别墅装修好了，要不你们以后搬到我那儿去，有保姆也舒服点，安安心心养老。这事我提好几次了，我妈依旧是那两个字：不搬。这里住习惯了，周围都是些老邻居，有啥好搬的？我拗不过他俩，扯开话题：那我去叫林阿姨来吃饭。这些年，我妈怕林母一个人冷清，每年除夕夜都会喊她来吃饭。我妈这才告诉我，林隐带着霍七灰溜溜的回来了，他不是偷了户口本走的吗？两人前几年结婚了。我有些惊讶。我妈继续说，就前几天来的。你林阿姨本来不让他们进门的，林隐在外面又哭又嚎的，你林阿姨这人心软，还是把他们放进来了。霍七还是那个样子，没个正形，都30多岁的人了，还染个绿毛，真不晓得林隐看上他什么了。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带着孩子回来的。我记得他们私奔前，林隐就已经怀孕了。打了2个不靠谱的，又没个傍身的本事，哪里养得起啊？我妈小声说，听说是去小诊所打的，林隐伤到了身体，这几年都没怀上。我点头表示知道了。吃完年夜饭，我下楼散了会儿步，快到居民楼下时，有一个人影摇摇晃晃朝我走来，语气嚣张的要我让开。这么大的路，他非要走我前面，我不让，他就破口大骂：妈的，你这个小瘪崽子！看清我的模样后，他的话戛然而止。刚刚的愤怒烟消云散，他立马就换上一副笑脸，对我说：原来是张总啊，您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都不跟我们说一声啊？我也认出他了，是霍启。他这副自来熟的无耻嘴脸，实在让我瞠目结舌。装模作样的寒暄过后，他直入主题：张总，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经理啥的给我当当？咱们也算认识了这么多年，有点交情吧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我以前不懂事，冲撞了您这个大人物，我给您道歉实在不行，
我让您打回来，打回来总可以吧？我没说话，绕过他就想离开。人活一世，就怕遇到这种狗皮膏药式的地痞流氓。张总，您是不是还记恨我抢你麻子？您现在是大老板，想要什么样的找不到，难不成还惦记我老婆啊？这事好办，您报个房号，今晚我就把人给您送过去。他这副谄媚样，真像条哈巴狗。他还想再说些什么，这时林颖从楼里走了出来，霍奇立马噤声。楼道里的光落在他脸上，我这才发现他变了很多。20多岁，明明是青春蓬勃的年纪，他眼里却有种不同于常人的沧桑和疲惫。看到我，他脸上有种难言的尴尬。我朝他点点头，算是打过招呼，就往楼上走去。身后霍奇依旧不依不饶，冲我喊：张总，经理不行，保安也可以啊。很快年假过完，我得启程回北京了。隔壁总是闹腾，争吵不休。我妈悄悄跟我说，霍奇在家里闹呢，非要你林阿姨跟你开口，让你带他去北京闯，在你的公司谋个一官半职。你林阿姨说不用给他面子，要是霍奇闹到你面前，你就当没看到，该赶就赶，该报警就报警。我点头应好。我要忙的事情太多，对于我来说，他们只是青春里行走匆忙的过客，没什么值得注意的。很快我就把这些事抛诸脑后，只是偶尔会从我妈口中得知他们的消息。真是引狼入室，霍奇就是个赌鬼。高利贷的来催，他竟然想偷你林阿姨的房本还贷。霍奇半夜偷房本，被林母发现后扫地出门。他不死心，3番2次登门，最后恼羞成怒，拿刀把林母捅伤了。等林母从医院醒来的时候，身边空无一人。林颖再次扔下他，跟着霍奇跑了。这么多年，你林阿姨都守着那间房子，就是想等着林颖回来。哪想到，这一下他算是死了心，这女儿他不要了。霍奇被抓，因故意伤人罪被判了3年。林阿姨出院后卖了房子，一个人搬到了云南养老。我爸妈也一阵后怕，还是搬到了我这里。后来再次听到林颖和霍奇的消息，就是在高中同学聚会上。同学调侃我，这次同学聚会人挺齐啊，多亏了咱们张老板，要不是咱们张老板要来，其他人还指不定来不来呢。我笑了笑，和同学们碰杯。酒过3巡，大家聊起些往事。你们还记得我们以前的校花不？对，就是那个林颖。她现在在监狱里。这话一出，大家纷纷来了兴趣。霍奇前几年犯了事，进监狱蹲了3年。林颖真是被下降头了，竟然还跟着他，好不容易出来了，他还要赌，被高利贷打个半死，实在没钱还了，就让林颖去卖。林颖竟然也同意了。后来她怀了孕，孩子刚一生下来就被霍奇拿出去卖了。林颖又哭又闹，但霍奇觉得这孩子是野种，不肯留。他一激动就把霍奇给捅了，伤到了重要脏器，人没救回来。这事都上了新闻嘞，我还去采访过他。他整个人都死气沉沉的，哪还有当年那个女神的样子啊？没几个人同情他，都觉得他糊涂，都是自己做的。长那么漂亮，再好好读书，以后找什么样的找不到，非得吊死在霍奇那棵歪脖子树上。还好咱们张总当年一心只想学习，不然被这种女的贴上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我喝了口酒，沉默不语。大家纷纷感叹，林颖真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，人啊就不能堕落，以后再从烂泥里爬起来可就难了。无数次午夜梦回，他也会后悔曾经少不更事，亲手把自己的未来葬送吧。如果时光倒退，回到19岁那年的夏天，他还会选择跟霍奇走吗？还是会及时止损，对曾经的自己说，白日莫闲过，青春不再来。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当下，好好学习，谱写自己的光明未来。